站住！天牢重地，无事速速离开。不知钦差大人驾到，多有得罪。奉圣上旨意办事，带我们去丰裕。是。丰裕？不知二位大人去丰裕是？是你该问的吗？请。二位大人，丰裕就在下面这层。你不下去吗？按律法，我只能走到这儿，再往下走，就要杀头了。辛苦大人，我们自己下去。这天牢里的看守见过这么多穷凶极恶的人和事，居然这般害怕。这第18层里究竟有什么？会不会很危险？我们假传圣旨就已经是死罪了，怕什么危险？说的也是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走吧。应该就是这儿了。居然徒手篆刻石碑，此人内力深不可测。他是我们要找的人吗？渡大旗最难渡之节，安大旗行于规矩，走犯事越大，铁链越重。大旗记录最重370斤，此人与之交织不差，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。大师可是平南王五烈，我们奉旨前来，是有要事要讯问。两位请回吧。这是陛下御赐的令牌，假传圣旨是死罪。这令牌是真的，为何说我们假传圣旨？令牌是真的，但他永远不会派人来见我。我在此修行，不想参与你们的是非纷争。既然见到了，就回吧。我们来此只是为了寻求一个真相，得不到我们想要的答案，我们就不会走。你们想知道什么？海牙案。那些高手情绪变化会引起周身气息变化。我再问一次，放你们走可愿意？
你刚说无罪。花名册从何而来？大师，眼下你身在这风雨之中，不知当年海牙之事已让大齐掀起滔天巨浪。如今夜煞藏身海牙，如果不能抓到他，恐怕大齐会出现更多祸端。两位请回吧。两位回去吧。刚刚我们说的话，您没有听明白吗？已经死了那么多人，能告诉我们海牙真相的只有您，您为何？世间之法皆是因果，因是能生，果是所生，有因生果，因果力然。世界迷雾，不外因果。我在此地修行赎罪，为的就是了却当年因果。我说，外界便不会因我再起孽障。两位回去吧。平南王，我们不会离开。速速离开！你笑什么？我在笑你。我有何可笑？处处可笑。你曾叱咤风云，如今却躲在这风雨之中。无数大奸大恶之徒就活在你头顶之上，如此可悲，岂不可笑？你身带白金铁链，以为这区区皮肉之苦便可为因你而死的无数生灵消障，如此天真，岂不可笑？你口口声声因果障孽，可你连因从何来，果为谁受都不知道，如此愚笨，岂不可笑？你无需逞口舌之力，因果汇聚时，果报会自受。你根本不了解赎罪之修行。赎罪？荒唐！你告诉我，何为赎罪？你坐下参讲，我恩师钟云氏历朝刚毅，铁面无私，为捕20年，破冤案悬案760余，抓获奸恶之徒1700余，百姓暂为捕王。可在风波湖上，身受千针万线，穿孔惨死。你告诉我，何为赎罪？你坐下参教霍宗耀，戎马20年，血战平沙，南征漠海，大小100余战，战无不胜，官拜上将。身上刀枪剑伤数不胜数，沙场为王，却在自家宅院遭人毒害，一双杀敌之手将自己活活掐死。你告诉我，何为赎罪？还有你坐下参讲，同心退隐江湖，立平远镖局，手下镖师惩奸除恶，大号不平，护一方百姓安宁，平远侠义之名江湖流传。可在一夜之间，镖局上下74口惨遭灭门，只留一子流落江湖，惨遭人贩拐卖。你告诉我，何为赎罪？还有苗杰、沈弼、陆文忠、樊敬之、秦业，他们哪个没有为大秦呕心沥血？哪个没有为大秦殚精竭虑？与他们相比，你又算什么赎罪？闭嘴！那些海牙孤儿，生父生母死于战乱之中，你以为将他们带回是给他们生路一条？可后来如何呢？他们大多因无根而历经坎坷，养父母更是死于非命。他们被夜煞带走，蛊惑成了死士，为了向大齐复仇，哪怕身死也要效忠夜煞。
五烈，因是你所中，过去要除你之外的所有人来收。你躲在这里，带着这锁链，念着佛经，诵着佛号，只是为了掩住你的虚伪，遮住你的懦弱。你口口声声了结因果，赎清罪孽，可你了了什么因果，赎了什么罪孽？你可以继续躲在你这风雨之中，念经诵佛，但我和你不一样。你了不了的因果，我替你去了；你赎不清的罪孽，我替你去赎。你太像你师父了。他是我今生最信任的人。这是海牙的地图，像你师父一样，找到他，带他回来。我把一切都告诉你，拿着。我知道，他们都是大齐的子民，都是无辜的百姓。我知道此列一下，便万劫不复。但为了整个大齐，我别无选择。叶煞在海牙，这是黄无常临死之前跟你说的？我实在没想到，黄无常会用这种方式自尽。这个人死了，事情就更麻烦了。现在诸葛通一直在推动刑部会审，我虽尽力拖延，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给你洗脱罪名。一旦定罪，你将万劫不复。我明白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放你走，其他人我已经调出去了。放我走？如果这个世上还有谁能够阻止叶煞，恐怕只有你了吧？可是这全经常……你还记得当时你是怎么用审弊假死来骗过叶煞的吗？我也会用相同的办法，找一个死囚来替代你。可这太冒险了，一旦会审，立马就会露馅。我会上报刑部，说你得了瘟病，任何人都不能靠近。那帮人贪生怕死，不会冒这个险。但是这个办法拖不了太久，我最多只能给你半月时间。半月之内抓到叶煞，一切都不是问题。这太冒险了，一旦被发现你私放要犯，可不是革职查办，而是会将你处死。总得有人要做点什么吧。小北平，我发现你和你师父年轻的时候很像，都一样的聪明，但是也都一样的感情用事，做事不管不顾，经常做出一些愚蠢的决定。当年他曾经跟我说，对错比生死重要，我不同意。因为这个跟他经常起争执，现在我岁数大了，我反而开始越来越理解他，甚至于有些羡慕他。
我窝囊了一辈子，相信你是我做出过的最出格的决定，很让人上瘾。就算我最后赌输了，在地下见到你师父，我也可以挺直了腰板跟他说：我方天正对得起神捕营首座这个名号。没想到，方首座会做这样的事。我就知道，我没看错方首座这人。他这么讲义气的话，他出事儿，我可以为他拼一次命。哎，就一次啊，就一次。现在我们背后除了方首座，还有很多人，我们一定能击败叶莎。外面情况如何了？黄无常的尸体被安正英带走了，那些黄天余孽呢，被抓起来了，还在审。刀疤脸的妻女被救出来了，也证明刀疤脸是被胁迫的。丹药呢？如何了？丹药被击毁了，坏了。黄无常用力精来炼丹药，而老臭虫的体内正好也有力精。我怀疑，老臭虫服下的丹药和黄无常炼制的是同一种。如果这么说的话，那老臭虫体内的力精，就是来自于他最后服下的丹药。这老臭虫的尸体我还是要验上一验。哎，那尸体还在安贞营呢。这个好办，我来想办法，多吃点。这诸葛半夏要是知道我们把安贞营当成自己家，来来回回进进出出的，他那只好的眼睛估计都得气瞎了。要我说，诸葛孔明现在已经被放出来，我们就不要再费尽苦心的偷偷摸摸潜进去看了，让他带我们进去。不是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就算诸葛孔明愿意帮我们，那让师兄冒险进安贞营，万一被发现了呢？那神捕营怎么办？尸体是要验的，只不过不在安贞营验。大哥什么意思啊？我没听明白。童生，等会儿吃完饭你帮我准备辆马车。行。慧瑶姐，吃完饭你帮我转告一下诸葛孔明，就跟他说那个地方。那个地方？等会儿带你去。吃饭。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地方。你之前就一直在这儿跟诸葛孔明见面。风波回案之前偶尔会来，看来他已经到了。这是？你不是说诸葛孔明曾经办过一个案子，为了吸引凶手出来，用受害人作饵，后来受害人受到了惊吓，患了癔症，再后来癔症发作，不幸落水而亡。他的母亲悲伤至极，哭瞎了双眼。这是那个受害人的母亲。这么多年，是诸葛孔明一直在照顾他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很久之前，偶然得知的。你知道诸葛孔明这个人脾气有多古怪，打死都不让我告诉别人。你也喝点林我给您扇扇，2块吗？林爷，哎呦，这声音像是北冥来了。北冥啊，我来看您了。哎呀，北冥啊，林爷，北冥啊，林爷，您身子可好？好，我好着呢。我问孔云好多次了，可他每次都告诉我，你去抓坏人了。哎呀，这么长时间没看到你，我可担心了。
这些年在外面吃了不少苦头吧？没事，灵爷，我好着呢。这次回来我就不走了。好，好啊！对了，你们俩肯定有事要聊，我也有点累了，我回屋歇会儿啊。灵爷，要不我陪您吧。哎呀，有生人呐！钟雪曼，您知道的那个。哟，真的，钟姑娘，北冥的媳妇。北冥跟我说过，等把你啊娶进门以后，就带你来看我。这一晃啊，3年都过去了。我错了，灵爷，我这不一回京就带他来看您了吗？钟姑娘啊，走，屋里请，屋里请，走。哎呀，真好。小心台阶。没想到方天正竟然把你给放出来了。方首座虽然为人谨慎，但也是个有骨气之人。谢了，没把我的事告诉灵爷。早知道我就把你给抓了，就告诉他你因公殉职了。钟姑娘，我总听他们俩提到你。他们俩没说过我什么好话吧？哎呀，都夸你好呢。哎，对了，你们成亲这么久了，没要个孩子吗？他一直在忙公务呢。哎，你们呀，跟我们普通老百姓不一样，这心里呀，总装着大事，不是公理公道，就是大齐百姓。可这话又说回来了，恶事怎么可能除得尽？那坏人又怎么可能抓得完呢？有时候啊，你们自己都忘了，你们不过都是些孩子而已。别把什么重担都担在自己身上，更不要啊等到哪一天失去了，后悔了，才明白这身边的人才是最珍贵的。你说我现在要把你抓回去，沈捕营是不是就彻底完蛋了？确实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诸葛公子，大可一试。说话阴阳怪气的，真是惹人讨厌。有事儿求啊？是。老臭虫的尸体。不准。方天正冒险把你放出来，说明你跟他说了不少事情。可我不是方天正，说给我听听看，看看你能不能说服我不抓你。这北冥能遇到你，真是他的福气呀。这孩子呀，就像那铁皮包着的棉花，看着刚硬，但是这心呐，太软了。俗话说，过刚则易断，若是他撑不住了，铁断了，那小小的棉花可就散了。钟姑娘，你一定要好好的看着他，别让他太过执拗了。放心吧，林姨，我会看着他的。哎，你是说叶煞想要利用黄无常和老臭虫炼制的丹药做些什么？所以要尽快查验老臭虫的尸体，来证实我的想法。可海牙的线索也很重要，
当年在参谋甲服役的兵士，军部没有任何记录。霍宗耀的案子还是留下了很多端倪，因为他曾经在军中任过要职，这说明朝中还有人跟参风甲有关。没错，这也是我来找你的原因。你是想让我帮你查一下，还有没有值得海牙线索的人？我如今的身份，查起来会非常麻烦，处处受阻。我思来想去啊，还是诸葛公子最为合适。我可以帮你，不过我救了你这么多次，这么大的人情你就想欠着？诸葛公子，您想怎么着？等抓到叶少，你冤屈洗脱的那天，我要你给我牵马，顺便昭告天下，我诸葛孔云比你萧北明更厉害，我才是大齐第一神捕。可行？诸葛公子，这几年没有你的帮助，我也走不到这一步。这大齐第一神捕，你早就当之无愧了。少来这套，我就问你答不答应。好，那我就等着那天。我会尽快安排你验尸，至于海牙线索的事儿，等消息吧。林毅的事儿，唉，等我抓到叶煞后，我会叫师妹替你保密的。在马车上也是，我还是第一次。得抓紧些。诸葛孔云只给我们争取了1个时辰，叶文还要把尸体还回去。明白。有什么发现吗？和我们想的一样，除了丽晶，还有赤晶。老臭虫的心脏怎么肿胀得如此之大？师妹说，老臭虫死的那天，服下丹药后，其内力之强，足以一击将他致伤。老臭虫不善武啊！若服下此丹药之后，他便能拥有压制中捕快的力量。此丹药批量生产，岂不是要天下大乱？这很可能就是叶煞的计划。不对，老臭虫的心脏肿得如此模样，哪怕他片刻拥有那样的力量，可不久之后他便会心脏爆裂而亡。就算丹药能批量生产，也掀不起什么风浪。我猜这丹应该尚未完成，所以那天在山顶上，王无常逼迫童双服下丹药，就是想验证此丹药的威力。可老臭虫是懂药理的呀，此丹药尚且是半成品，毒性之大，无解药可逆。他明知服下之后，哪怕能暂时脱困，片刻之内也是必死无疑。他为何还要服用？这也是一直困惑我的地方。师妹说，老臭虫生前说了很多疯疯癫癫的胡话，看来还是得去海牙一趟。吴追，吴追是何人啊？诸葛孔云查到的线索应该和参风甲有关。吴追这个名字怎么那么耳熟呢？当然耳熟，他可是大齐响当当的人物，也是我平生最敬畏的人之一。大哥，你知道此人啊？他本是苦寒出身，却有一身傲骨。当年刚刚登科，却敢在大殿之上面对先皇针砭时弊，直言国策有误。其后更是痛斥群臣，说上不能匡主，下王爷一民，皆尸位素餐。啊，这么猛啊！那先皇没有砍他脑袋？先皇爱才，认为他只是一介书生，只会纸上谈兵，便将他派去边疆从军，想杀一杀他的锐气。殊不知，吴大人并非赵括之流。他在边疆数年，一袭白衣，手不持刀，身不沾血，仅靠一指一笔神谋诡算，便数次击退来犯之敌。这么厉害，那兰花阁上应该有他的名字啊。先皇病逝后，他勒马归朝。后来陛下登基，他并未在朝中任职，而是请愿手持王杖，作为使臣出使各国。他在西域游历多年，在暗中不知道为大齐平定了多少纷争。那确实是个传奇。诸葛孔云在来信上说，吴追半年前病重，陛下命他回京休养，现住在京郊的一处农院里。也许是当年他在边疆从军的经历，
引起了诸葛孔云的猜疑，怀疑他跟参风甲有关。我们现在就去找他。师妹，这一次让我去吧。你怎么能够一个人去呢？萧大哥，如果这位吴大人真的跟参风甲有关，那他很有可能是叶煞的下一个目标。我们是不是……沈大人之事不能再重演了。叶煞的手下如果还在京城，你们的一举一动也会被时时刻刻盯着。而我，此刻应该在神不营大牢，所以只有我最为合适。再说了，我现在病已经好了，内力也恢复了，就算我真出了事，我也有办法逃走。童双，你帮我背辆马车。好。放心。老伯啊，公子何事啊？来找个人。公子要找何人呢？找您，吴大人。你认错人了，老夫就是一个庄稼汉，哪有什么吴大人呢？公子，雨下这么大，赶紧回家躲雨去吧。传闻在居庸关之战中，您不幸被流矢射中腿部，留下残疾。适才我看您走的那几步，伤的应该是右腿吧？寻常农夫手上都会有茧，但大多在虎口，而您的却在手指指尖，这是常年握笔写字才会有的。而且，您身上这股杀气，可不是这件蓑衣能够遮住的。你是何人？找老夫何事？神不应捕快，有要事相随，烦请吴大人寻个静僻之处详谈。你有这般洞察推理之能，应该不是籍籍无名之辈。巧合的是，我所知大齐之天下年轻人当中有2个人有此本事，一个是暗真营首座之子，号称大齐第1神捕；一个是中捕王之徒，现在却是大齐第1罪犯。你刚刚拿出神捕营的令牌，应该不是诸葛家的公子。吴大人果然厉害，晚辈萧北明。坐坐坐。此刻你应该是在牢中才对，看来是神捕营出了大事啊。此事说来话长，晚辈冒险前来，实属无奈之举。你是来杀我的？吴大人误会了，晚辈夜煞的罪名乃是被贼人陷害，我这次来找您，就是来探寻一些真相。什么真相？海牙。你知道多少？吴大人应该跟我师父、霍宗耀将军，还有苗杰大人，都是当年的参风甲。我这次来找您，就是为了探寻参风甲和海牙城的真相。看来你还是查出了不少东西。我的那些老哥哥可能不明白，就算是死了，这些事情终究还是瞒不住我。吴大人，派。我曾以性命起誓，
绝不会向任何人透露关于海牙的任何事情。这件事我帮不了你。如果你是叶煞的话，老夫这条老命，你倒是可以拿去。吴大人，晚辈并非是叶煞，这并不重要。你现在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杀了我，要么离开。吴大人，叶煞背后有巨大的阴谋，一旦他的阴谋得逞，整个大齐必遭劫难。吴大人，您为大齐殚精竭虑，绝不想看见这一幕发生吧？有些劫难是命中注定的事，人力不可阻。你以为你是在查案，但你不知你所查的事情，日后在大齐会掀起怎样的腥风血雨。在某种意义上，你和叶煞并无不同。吴大人所言，晚辈并不认同。这世上没有什么命中注定的劫难，只有人心诡变。而能阻止他的，唯有公道。这么些年，支撑晚辈活下去的，也是公道2字。吴大人，晚辈不会杀你，但在问出真相之前，晚辈也不会离开。随我来。吴大人，这是何意？我在下毒，一种剧毒。我一生遇到无数死局，但皆有应对之法。这杯毒水，便是我给你的解法。晚辈不明白。虽然我曾起誓，不对任何人说出海牙真相，但不包括死人。如果你喝下去，会有1刻时间可活。这段时间，你可以向我提问3个问题。你若不疑，那我便疑。这样就省得叶煞动手，我也好和你师父早些见面叙叙旧。你认为如何？你刚才那番话，我只认可4个字：人心诡变。就如同你是不是叶煞一样，我无法验证，也不愿验证。不如来个干脆，谁死谁活，一目了然。你有10息的时间，可以考虑。吴大人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小友，这是何意啊？到底饮还是不饮？此水我饮。你真的敢喝？但饮之前，晚辈有3个要求，就当临终所愿，还望吴大人成全。行，说来听听。第一，还望吴大人信守承诺。晚辈要问的3个问题，不能有一丝隐瞒。那是自然。第二，我死后，烦请吴大人去通知神不营钟雪曼前来收尸，将我的尸体完好无损地交还于他。好。第三，晚辈出来查案之事，事关重大，绝不能让外人知晓。晚辈可以死，但绝不能连累神不营的同僚。还望吴大人替晚辈保密。有情有义，我答应你。一言为定。
你时间不多了，有什么话尽管问。参风甲是否屠戮海牙？那年我在参风甲任军师，杀戮之事是真的，我也亲自杀过海牙的百姓。参方甲为何要对海牙百姓下手？此事异常复杂，说来话长，你不够时间听我把话说完。我只能对你说，这件事不得不做，那些人不得不杀。郡主是否还有参方甲和当年海牙带回来的孤儿？在天书阁天字号码第12个书架上，有一本海牙孤儿的名册，那里记载了幸存的参风甲和收养的孤儿。我告诉你这些，你也不可能去找到。我要提醒你的是，你我今天的交谈，哪怕你是做了记录，在你死后，我也会把这些碎布焚烧。我劝你还是留点时间，尽快留下遗言，我好转达中学们。你这是？生病不怪，执行任务时都会随身携带蜡丸，以避危急时刻将重要信息藏于体内。也有的人会把它当作遗书，这些习惯我一直保留着。吴大人，您一生忠于信义，您不会食言吧？没想到你在实习时间已经想好了对策。老夫走遍天下诸国，见过无数英雄豪杰，但今天我不得不对你萧北林说声佩服。秘密可以烂在肚子里，但真相它不能。来人！大人，去神捕营找钟雪曼。是。秘密可以烂在肚子里，真相却不能。云赤修，你交了个好徒弟呀！师兄，你醒了？怎么会这样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师妹，我怎么回来的？有2个农夫来神捕营找我，说是有要事，结果我并未见到2人，只看见一辆马车，发现你在车中昏迷不醒，身上也没有伤，我就把你抬回来了。哎，你先坐着别动，我叫童双去找风清浊了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疯子，来了，快！大哥，你醒了？身体无大碍。大哥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不是去找吴追了吗？见到人了吗？我见到了。这是吴大人给了我个考验。什么考验？此事说来话长，师妹，你帮我去趟天书阁，去取一件至关重要的东西。小仙台见什么鬼？里面请，什么鬼？不要让任何人进来。下来，什么鬼？换作是我，一定不敢喝那杯毒水。我现在没事，就证明吴大人心中对海牙之事有所动摇。
之前种种行为，不过是在试探我罢了。向死而生，居然用死来考验人心，还真是个捉摸不透的狠角色。哎，这个死无追竟敢让你服毒！你先别激动，坐下坐下，我不是验过了吗？没毒。那要是真的呢？我大哥不就没命了吗？这不没事吗？现在什么考验？要是下次我见到他，定个他2拳。童双，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坐下。那个吴追说的海牙孤儿的名册上，会不会有我们意想不到的人？等师妹回来再说吧。天字号房第12个书架上有一本海牙孤儿的名册。怎么会有这么多海牙孤儿？霍宗耀、女婴霍代荣、苗杰、男婴苗云、钟云赤、男婴萧北明。萧大哥也是。其实，在知道师傅是曾峰甲后，我就已经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份了。如今被证实，也算有个交代。但放心，无论我是不是海牙孤儿，我要做的事情都不会有任何改变。童心，我爹是曾家，我二哥是海牙孤儿，怎么可能？如果童老镖头是曾峰甲，那当年平远镖局灭门案很有可能是叶莎在复仇。这上面写童鹏是你二哥，怎么从未听你说过？我二哥在灭门案之前就意外离世了，我也没想到他是海牙孤儿。莽夫，起码知道了仇家是谁，别太难过。我没事，只是叶莎这个混蛋，我一定要亲手抓到他。我现在就去查名单上所有人的信息。我们跟你一起去，萧大哥，你留在这儿等消息就好。收养海牙孤儿的人，当年都不是普通士兵，最少也是个千户。所以军部还留着跟楚广厦一样被处理过的档案，能够查到他们退伍后的去向。除了刘京的20几人，他们都分散在各地。最近几日，我们去走访了刘京的那些人，发现无一例外，全部死亡。境外的那些呢？结果也是一样。这些人在10几年间，因为各种原因死亡，大多数都是失踪或是病故。他们分散在各地，没有明面上的联系，所以不会有人注意，也不会有人报官。要不是我们查到霍府的案子，去威州找了黄天，这些人的死根本不会被人联系起来。那些海牙孤儿呢？那些当年被领养的孤儿，都跟童双的二哥一样因故死亡。
剩下的孤儿，除了你跟霍姐姐，全都下落不明。下落不明的，应该是被夜煞给带走了。还有的成为了朱一铁、青樱，还有黄无常。师妹，最早死的是在何年何月？兴文9年，也就是13年前开始，夜煞就已经复仇了。真是好大的一盘棋。如今参风甲名单的线索已断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线索还没有断。这上面有个暗章，军部密件，必须得按暗章。这是平南王武烈。我之前一直觉得这名册有问题，上面写了这么多名字，像是记录下来给某个人审看的。我一直在想，这是给谁看的？你是说参风甲的首领？没错。我爹跟霍将军当时最大的官职也不过是个参将，带走海牙孤儿这么重大的事情，他们也不可能做主。所以说，这上面有平南王武烈的名字就对了，不然他们带不回海牙孤儿。平南王武烈是先皇的六弟，也就是当今陛下的六叔。武烈年少从军，一直戍守边疆，但朝中记载却是寥寥。如此看来，他极有可能就是统领参风甲之人。他现在人在何处？死了。死了？根据朝中记载，清文初年，他回京染疾，因病去世。但我觉得此事没有这么简单。什么意思？他的死也太过于平静了吧？我查了当年礼部的文书，按理说他是陛下的叔叔，又是封号平南的王爷，不说国葬，后事也应该办得风光一些。但礼部却没有任何的记载，就连他身葬何处都是一片空白。有没有可能他为人低调，不愿身后之事大操大办？那太医楼呢？身为皇亲，身染恶疾，太医楼也没有任何的医案记录，这也太蹊跷了吧？你是说朝中的记录是假的？哎，我可没这么说啊，我只是查出了些疑点而已。他毕竟是参风甲的首领，屠尽一城百姓，如此滔天大罪，陛下会不会把他秘密处死呢？皇亲犯案，遮掩一下也说得通。那也不应该只死他一人，他手下的参将，无论是师傅还是霍将军，在海牙案后都留在朝中任要职，就连童老镖头也回威州好好开了个镖局。若不是夜煞的出现，他们不会死的。你的意思是，武烈没死，只是不知道去了哪里？他要是真藏起来，天下之大，我们去哪儿找啊？只能我再去找一趟吴大人了。吴大人，谁啊？请问吴大人在吗？吴大人离开了，不在这儿住了。何时离开的？去了哪里？那我们这些当下人的哪知道啊？打扰了。你是前几日来的神捕营那人吧？正是。哎，你来的正巧。吴大人临走前托我有样东西交给你。给我？吴大人知道我还回来？等我一下啊。多谢。身为大齐最尊贵之人，身处大齐最阴暗之处，渡大齐最难渡之劫。这是吴追给你的线索。身为大齐身份最尊贵之人，说的应该就是武烈这位皇亲。吴大人猜到了我会查到此人，但因为参风甲的身份不方便明说，所以给了这谜语。身处大齐最阴暗之处，渡大齐最难渡之劫，说的应该是武烈所在的地方。可什么地方是大齐最阴暗的呢？什么劫难是大齐最难渡的？
狩猎是陛下的亲叔叔。你也想到了，应该就是那个地方。这次怕是要麻烦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这次麻烦可大了。焦北明，你是不是疯了你？那种地方我都进不去，你怎么进去？我自有办法。今天来见方首座，就是提前告知，避免神不营出现麻烦。麻烦？你还知道世界上有麻烦这2个字？那种地方没有人进得去，也没有人能活着出来。您说的，北明都明白。只是时间紧迫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答案，我必须要去一趟。可是，您不是说过，总得有人做点什么吗？看来，现在是没什么办法拦得住你了。若是我明日回不来，方首座可有应对之策？牢房失火，恶犯身死其中，面目全非，世上已无萧北明。如何？没想到有一天，方首座掩盖冯尸案的法子，竟然用在了我的身上。别蹬鼻子上脸啊！仅需1日，若是明日我没有回来，就按您说的做。萧北明，明日必须活着给我回来。但愿如此。毕竟我现在身上可不是自己一条人命。什么时候动身啊？即刻。雪曼呢？我没有告知于他。就你一个人，太危险了。就是因为太危险，所以才不能告诉他。还请方首座替我保密。去吧。师妹，你别生气了。我能不生气吗？你到底要去哪儿？这是吴追给你的线索，这上面说的是什么意思？是武烈所在。听刚才方首座跟你的谈话，你已经知道武烈在哪儿了，对吗？萧北明，他到底在哪儿？在天牢的风域。天牢风域，那是什么地方？是大齐关押最凶恶罪人的地方。我当然知道是天牢，我问的是风域，我怎么没听过这个地方？天牢一共18层，每往下一层，所关押的犯人罪行越深，刑罚越重。若是我真的以夜杀的罪名被关进去，最多也就是关在第16层。所谓的风域，就是传说中天牢最深处第18层的别称，是天牢中的天牢。那得是什么人？才会被关到这种地方？大多都是皇亲，甚至是皇子，所犯罪行，最轻也是谋逆。这上面写的，身处大齐最阴暗之地，指的是风域。你想要怎么去？你别告诉我方首座有办法，
就算当年是我爹在的时候，进天牢也要层层申报，最后拿到陛下的手谕才能去，更别说这第18层了。我之所以要一个人去，就是因为太过冒险。一旦被发现，将万劫不复。你究竟想如何进去？父亲，父亲。首座呢？首座上朝去了，应该马上就回来。这是曲意逼温香，最近营里烦心事太多，去把书房的香换了，去污秽瘴气。是。青竹还有点东西。你居然同诸葛孔云去，你知不知道这么做，万一被发现，你们会被当场斩杀？正是因为知道，所以我才要一个人去。就算我被发现，也不会连累到你。又是这套说辞。吴追那次你也是这么做的，万一那天的水是真毒药，你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。吴大人那次他是个意外。那3年前的风波湖呢？如果那天你没有扔下我，如果我也在那条船上，那这一切会不会？小北冥。这一刻盼了多久？对酒当歌，月下蹉跎，没人知幕，只为你停留。微微风从浪，散作满心寒，只为爱过你，秋水空。抵得住刀光剑影。真没想到这地方真有吃人的怪物。就这么说吧，我俩但凡跑慢点，今天你就见不着我俩了。这样吧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今夜我们轮流值守，活就不要戏了。好。今夜我先守。好。没想到真的有这样的东西。别怕，这个世上没有鬼怪，那个东西应该只是我们没有见过而已。我不怕。钟水。
孩子。先跟上去看看。这什么东西？哪里来的？怎么都是女子？你们不是海牙人，从哪里来的？果然还有幸存者。我们是大齐来的，我们能谈谈吗？离开这里！我们没有恶意，立刻离开！先走。就算找着了幸存者，可他们也太野蛮了。对呀，他们一言不合就下死手。大哥，我们硬闯进去得了。咱们是来查案的，又不是土匪，闯进去干嘛？我们的行李还在那儿呢。再说了，疯子的药箱也被抢走了呀。你刚刚是故意告诉他们咱们是大齐来的，就是为了看看他们的反应。没错，看来他们也知道当年海牙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。可是他们对我们那么大敌意，我们怎么……没关系，明天再说。大哥，我们怎么要这么多的干粮？咱们这个饼啊，是块敲门砖。啊？昨天那些营地的人看起来十分瘦弱，那个小孩竟敢冒险过来偷我们的干粮，而且我观察到他们营地里全是女的，所以我怀疑他们营地里的男人。啊，我明白了，咱们这吃的呀，就是拿去敲他们的门。毕竟，人在最饥饿的时候就是最脆弱的，是吧？眼下他们过得这么艰苦，我们不管他们怎么样，都要帮个忙嘛。最近怪物出现的越来越多了，咱们一直躲在这里，所剩的食物也越来越少，怕是撑不了几天了。大宋他们还没消息吗？已经走了1个多月了，怕是已经……罗叔，罗叔，昨晚那些大齐的人又来了。走。还敢来？你们想干什么？不怕死吗？姑娘，你先别着急，你看清楚，我们身上没有武器。我们是来送东西的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们就是看你们好像饿了很久，给你们送点吃的。对，我们可以好好聊聊。把东西拿回去，我们不需要你们大齐人假慈悲装好心。退后，滚回去！好好，我们退后，我把东西放在地上。师兄，没事，你们自己出来拿。先放这儿。我们走了，走吧。这些东西怎么办？大齐的人哪有那么好心？他们送来东西肯定有鬼。可是，这些都是吃的呀，你就不能有点骨气？我家里还有孩子，已经饿了好几天了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饿死呀！行了，别吵了，把东西拿进来，试试有没有毒。没问题的话，分给大家。
我们给他们这么多吃的，他们竟然还拿弓箭射你们。我们没有化解仇恨的能力，但愿他们能够明白我们的心意吧。而且，今年至少那个箭是射向地面的，而不是射向我们身上。但大哥，现在有个问题就是，我们把粮食都给他们了，我们自己的存粮不多了呀。只有这些海牙人，才能帮我们找到当年的真相。我们去找些野果。好吧。都分给大家了吗？嗯，你也吃点吧。我吃不惯，你留着吧。你要出去？就算有奇人的饼，也撑不了几天。我必须要去他那里。可那里太危险了，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这里怎么办？这次我自己去，如果我半个月没回来，你们必须想办法离开，留在这里就是等死。陆叔，保护好自己。又跑出来了，赶紧回去。我不会让你跟着我的，这里很危险，回去。怎么了？哎，阿星。阿星。去看看。阿星，阿星，你们走开！他中毒了。你敢动他，我就和你们拼命！他是个医者，来救人的。他中的是蛇毒，我的药箱里有急救药，我的药箱被他们偷走了，在海岸的营地。让开，走，去营地。等等，你们不能去营地。现在没空听你说什么大旗人跟海牙人的恩怨了。你要是想救这个孩子，就听我们的。走。快走吧。把门打开。可是他们是大旗人。我说把门打开，阿星中毒了，赶紧开门！快快快！快，我的药箱给我。不是我拿的，我不知道在哪儿。我的药箱黑色的，上面有条小白龙，快去找啊！去，快点！所有人去找，一定要找到那个药箱。蛇毒攻心，怕是来不及了。药箱，药箱呢？找到了，快！给我药箱。来，把我的金针包给我。太好了！
虽然你们是奇人，但我们海牙人并非善恶不分。谢谢你们救了阿星，也谢谢你们救了罗树，还有你们送来的东西，救了我们这里很多人。千万别这么说，都是我们举手之劳。也谢谢你们愿意相信我们。今晚我会说服其他人，让你们暂时住在这里，明天一早你们再离开。好，多谢。我有一个疑问，就是为什么你们海牙对大齐有如此深的仇恨？我想先问你，海牙被大齐封锁，哪里都出不去，你们是怎么进来的？来海牙又是为了什么？是一位前辈给了我一份地图，我们来海牙就是为了查清当年的案子。查案？你们大齐做了什么自己不知道，要来海牙查？海牙案在我们大齐是绝密，所以我们才必须要来这里。确实应该是绝密，毕竟那么丧尽天良、泯灭人性的事情，怎么可能声张出去？我不想说了，你们还是早点歇息吧。没问到，还是信不过我们。要不让我去试试吧？如果你要问大齐和海牙的过去，我没什么好说的，不要让我丢掉对你们仅有的好感。罗姑娘，虽然我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，但是我能看出来，你是这儿所有人的依靠。将心比心，你把这里的事都扛在自己肩上，同为女子，我怕是做不到。这其中有多少苦楚，也是我们这些外人想象不到的。你到底要说什么？我们只希望可以帮到你们。帮我们？如果不是大齐，我们何至于此？我们背负所有的悲痛和苦难，都是拜你们所赐。如今又说帮我们，岂不是可笑？我是奇人，可我也是海牙人。你是海牙人？不光是我，还有那位萧公子，他也是海牙人。怎么会？我没有骗你。我们出生在海牙，可因为当年那段往事，被带往大齐。也因为那段往事，我们家破人亡。所以你经历的悲痛和苦难，我们都感同身受。我们来到海牙，也是想找到当年的真相。如果查到了真相，我们说不定可以改变大齐和海牙的现状。就算你所说是真，可就凭你们几个人，又能做什么呢？不试试看怎么知道呢？就像你一直照顾着外面那些人，我相信不论千难万阻，你都从未想过放弃。我们也有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事情，所以请你相信我们绝不会伤害自己的同胞。小月，倒碗水，坐下说。好。多谢。我先问你，海牙既然在大齐是绝密，你们是怎么知道自己是海牙人的？我们查到了当年大齐军队屠城的事，又从一本孤儿册中得知了自己的身世，但至于大齐为何那样做，我们一无所知，所以才想。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更不清楚。你们也不知道。罗树说的是真的。当年我们生活在海牙城边的一个山村里，没有被大齐军队发现，才侥幸逃过一劫。那个时候我们还小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只知道从那个时候起，我们身边就有很多很多的怪物。大人也没有告诉你们是怎么回事吗？大人只告诉我们，
是大齐屠杀了我们的同胞，是大齐带来了那些怪物，是大齐毁了我们的家园。但他们也不知道，为何会发生这一切。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们不想弄清楚原因吗？这些年，我们活在像地狱一样的地方，东躲西藏，眼睁睁看着身边的亲人活活冻死、饿死、被怪物咬死。每天睁开眼睛就只有一个念头：活下去。查清楚？怎么查清楚？查清楚了又能怎么样？能改变什么？我们只不过是一群没有被踩死的蚂蚁，没有那么大的本事。我们知道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。对不起，这件事我们确实帮不上什么忙。好吧，多谢二位坦诚相待。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是不是外面的风声啊？好像是小月。走。还有得救。该不会是野兽进来了吧？不像是野兽，像是人咬的。怎么可能是人？小月姑娘，刚刚都发生了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出来点灯，灯一亮，我一低头就发现他在这儿。霍小姐，帮我把药箱拿来。啊，好。大哥，这屋檐上有血迹，一直延伸到外面。师妹，你把营地的人都集中在一块儿。童双，我们去看看。等一下，外面有很多野兽，还是不要追了。放心。在哪儿？在这。大哥，那边。走。血迹就到这儿了。这么大片森林不好找啊。走。有血腥味。童双，还有余温，跟营地里一样。都是被人咬死的。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这么像人的兔子，竟然敢吃！小心点，这附近可能还有野兽。那位姑娘怎么样了？救过来了，多谢你们。今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也知道，这里经常有怪物，偶尔也会有怪物闯进来。那怪物不是闯进来的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听不明白。是听不明白，还是不愿说？当时风金卓说，不像是野兽，像是人咬的。你们对人咬人，都有一丝异样的反应。我猜，这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吧？我检查了附近的脚印，
发现那怪物的脚印根本不是从外面来的，更像是一直在这儿。罗姑娘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理解我对你说的，愿不愿意相信我们？但眼下这个怪物很危险，绝不是你们自己可以解决的。如果你不想身边人再出事，那就请相信我们。好吧，我带你们去个地方。怎么有股尸臭味儿？你们不是想知道那个怪物的事情吗？下来吧，给我。小心啊！去验一下。不用验了，他们都是活活饿死的。饿死的？为什么？难道他们都是你的敌人吗？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。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家人关在笼子里活活饿死？你们是疯了吗？不是我们疯了，是他们疯了。你们不是见到那个怪物了吗？其实他是我的哥哥罗森，之前一直关在这个笼子里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当年大齐军队屠戮的海牙州府，在海牙的中央，那个地方，我们海牙人叫它小孤城。大齐屠城之后，小孤城就成了海牙最神秘也是最危险的地方。传闻去过小孤城的人，都会被妖怪收走灵魂，变成怪物。营地里的物资没办法支撑我们度过冬天。为了活下去，我的哥哥和营地其他男人决定冒险去一趟小孤城。毕竟那里曾经繁荣过，就算有再多恐怖的传闻，在死亡面前也就没那么可怕。只要能够拿回一些物资，我们就多一线希望。他们成功的从小孤城回来了，拿回来的物资也足够我们度过寒冬。可没想到，这是噩梦的开始。去过小孤城的几个人，先后开始发狂，就像传说中的一样，失去了灵魂，也没有了人性，就像一只怪物。每次发疯后，他们都会晕倒，但醒来后又会继续。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何变成这样。我们没有别的办法，我哥便决定趁他们昏迷的时候，把这些人带到地下密室关起来，不让任何人接触，直到把这些变成怪物的人活活饿死。我哥是最后一个发病。哥，没必要这样吧？我觉得你没事。有没有事我自己知道。老人和孩子你都要照顾好。哥，不行，你没事的，走，哥，快回去，快回去，快回去！我哥是我唯一的亲人了，我没办法眼睁睁看着他死，所以只能趁大家都睡下以后，偷偷扔给他一些吃的。可今晚我去地下的时候，发现他竟然弄碎了锁链，从笼子里跑了出来。我慌了神，赶紧追出去，可还是晚了一步。我哥他已经伤了人。事已至此，
我们必须赶紧想办法把你哥哥找回来。你们有办法吗？我哥他现在特别危险。就算再危险，也总要试一试。我们从不相信什么鬼神之说，就算他像你说的，那也肯定有原因。找到原因，就肯定会有办法的。你有没有觉得罗叔的哥哥今晚的症状似曾相识？是很熟悉。按照你和童双的描述，跟老臭虫死之前的癫狂样子一模一样。你们看，他的心脏和老臭虫的一样，肿大变形。老臭虫是服用了帮叶煞研制的神秘丹药后变得力大无穷的，海牙的人失去了小孤城之后回来才变成怪物的。两拨人的心脏同样的肿大，而且发病也极其相似。两拨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人，怎么会有如此的联系呢？我实在想不明白。难道他们去小孤城找到的物资里有叶煞炼制的丹药，然后被他们误食了？谁会胡乱吃丹药啊？而且这丹药黄无常也刚炼出来不久，跟海牙人发病的时间也对不上。若罗叔所言是真，这些人发病的源头应该就在小孤城里。还是要找到罗三，若是能设法让他清醒，说不定能从他那里得到一点线索。毕竟他是唯一去过小孤城的人。可他哥现在还神志不清，我们总不能满树林去搜捕吧？而且就算我们运气好找到了，万一他发起狂雷伤人怎么办？师兄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？罗三从地洞逃出来以后，先是咬人，后在树林里面吃肉，说明他十分饥饿。可他毕竟不是真的野兽，我们可以设个陷阱，守株待兔。人呢？还来不来呀？这鸡再好都不好吃了都。你先别急，你先把你口水擦一擦。你擦一下你的吧。下的药2头牛弄迷的晕，他怎么还能站得起来？哎，小心点啊！放心吧。好。哎，怪物！